男人捡起地上的蛋壳，接着用擦脚布抹掉上面的指纹，然后再随手丢回地上。随后他又将妻子的尸体藏到茶几后面，却又故意露出2条腿。但这还不够，他又烧掉身上的衣物，接着再用滚烫的开水清洗全身，直到没有一丁点的火药残留。做完这一切后，老布并没有选择逃跑，而是静静地等待警察的到来。结果不出所料，警方很快就将房子围得水泄不通，但因为老布手里有枪，他们不敢轻举妄动，只能通过电话与他沟通。但奇怪的是，老布却指名道姓，要求一个名叫罗伯的警察进屋谈判。可接到任务的男人却一脸困惑，因为他既不是谈判专家，更不认识眼前的这个男人。为了更好的对话，老布提议他们同时放下手中的枪。为了表示诚意，罗伯只能照做。但就在他放下枪的那一刻，却瞥见了茶几后的尸体。可他此时却并不知道女人的身份，直到又看到墙上女主人的照片，他才瞬间明白了老布的用意。因为照片中的女人正是他的秘密情人。原来在老布出差的这几天，妻子一直跟罗伯厮混在一起。然而沉浸在欢愉之中的他，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老布会提前结束行程，而且还在回酒店时撞见了他和罗伯在泳池中戏水的场景。起初老布并没有多想，直到他走进房间，看到床上的一片狼藉时，才感觉到头皮一阵发麻。但他并没有当场揭穿妻子，而是独自回到家中。可妻子却一直玩到凌晨，才满面春风的归来。面对突然出现的丈夫，女人非但没有任何惊喜，反而只是给了他一个敷衍的拥抱，甚至还责怪他为什么要提前回来。眼看妻子对自己如此冷淡，老布还想做最后的努力。I love you. I know. 见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，老布也不再伪装。Does he? 不等妻子反应，他就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。然而枪声恰好惊动了屋外的园丁，对方匆忙跑过来，急切地敲门询问情况。可老布并没有理会，而是径直又朝窗户上连开了2枪。当看到工人们都仓皇逃离了别墅后，他才满意的又朝窗户回了1枪。随后老布冷静地处理了现场，然后开始实施他的复仇计划。而此时的罗伯正焦急地呼唤着女人的名字，却突然发现她还有脉搏。可就在他准备呼叫救护车时，老布却持枪站在了身后。可罗伯一个抬手便将手枪打落，接着再来一个抱摔，直接将老布撂倒在地。而屋外蹲守的同事们见状，立即一拥而上，合力将老布制服。很快女人就被救护车接走，而老布也被押上了警车。可坐在车中的他，在面对罗伯那充满仇恨与愤怒的眼神时，却露出了诡异的笑，仿佛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出人意料的是，老布对自己杀妻的罪行供认不讳，甚至还爽快地写下了认罪书。而负责此案的公诉律师威利在审阅了资料后，认为仅凭枪上有老布的指纹以及他的认罪书就足够给他定罪。他自信满满，因为他在这个行业的定罪率高达 97%。然而在例行听证会上，老布的一番操作却让在场的所有人傻了眼。他先是拒绝了法官为他安排的律师，坚持要求自行辩护。这一外行的操作直接将威利逗笑了。本以为这已经够离谱的了，谁知他接下来更是语惊四座，竟然提出放弃预先听证会，直接跳到开庭审判的环节。虽然这在法庭上还是首例，但法官还是尊重了他的选择。而威利虽然觉得有些奇怪，但却依然自信满满，料定老布也耍不出什么花样，毕竟这么简单的案子对他来说不过小菜一碟。然而打脸来得太快，警方经过仔细的勘查，发现在现场找到的手枪根本就没有使用过。而他们搜遍了整个屋子后，却没有发现别的凶器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发现老布的身上既没有火药残留，也没有任何血迹，除了在现场捡到的4个弹壳外，警方一无所获。可威利认为凶器一定还在现场，不可能自己长腿跑了。为了找出老布的破绽，他亲自去和他见了面。然而老布却对他的出现一点都不意外，似乎这也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。威利见状瞬间被激起了斗志，他嚣张地告诉老布，即便找不到凶器，他也有能力定他的罪，同时还告诉他一个意外的情况，他的妻子并没有死，只是陷入了昏迷。而这个消息显然出乎了老布的预料。时间很快来到了审判这天，威利有条不紊地召唤证人出庭。第一位出庭的是老布家的园丁，他很确定在他报警之后到警察赶来之前的这段时间里，没有任何人出入过别墅，因此老布成了唯一的嫌疑人。可面对如此不利的证言，老布却表现得漠不关心。法官见状善意地提醒他有权提出抗议，可他却淡定地表示不需要，甚至还在纸上画起了乌龟。随后威利召唤了第2位证人，他是女人的主治医生。根据他的检测结果显示，女人是被近距离击中的，因为子弹卡在了头颅最深处的骨头上，并且无法取出。而威利则表示这分明就是一场蓄意的谋杀，但由于女人侥幸没死，因此谋杀变成了杀人未遂。然而老布却依旧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，法官只能无奈地再次提醒他是否需要抗议，可他却依旧不做任何辩解，完全认同威利的推断。这明显外行的操作直接让法官无语，但只有老布自己心里清楚，他在等待一个人，一个能够助他扭转乾坤的关键人物。而那个人很快就坐上了证人席，他就是罗伯。而就当他刚讲述完自己的证词后，老布却意外地站了起来，
毫不犹豫地提出了抗议。法官见状顿时就来了兴趣，而威利也好奇地想看看老布到底想耍什么花招。然而老布接下来的话却惊呆了现场的每一个人。 I'm sorry, Alan, but what would you call it legally when the officer who arrested you was having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your wife? 显然威利没有提前掌握到这一情况，被打得措手不及。而罗伯也果然被激怒，他越过威利，发疯般的冲到老布身边，抬手就是一拳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他的这一举动反而更加坐实了老布所说的话。而直到此刻，威利才如梦初醒，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的老头，竟是一位如此可怕的对手。本以为老布在法庭上的表现已是极限操作，谁知在法官召开的闭门会议中，他更是超常发挥，不仅推翻了之前所有的口供，甚至声称认罪书是在罗伯的威胁下才写的。而鉴于罗伯与受害者之间的特殊关系，法官当即宣布，所有罗伯参与收集的证据，包括老布的认罪书，全部无效。而威利也必须在下次开庭前找到新的证据，否则老布将被无罪释放。威利对此感到束手无策，因为他已经没有新的证人可以召唤了。而警方至今仍然没能找到凶器，于是他只能寄希望于还在昏迷中的女人身上。可护士却告诉他一个坏消息，由于女人的大脑受到重创，即便她醒过来也不会说话，更别说记得凶手了。可威利依然不死心。 It happens, right? People wake up. It's not impossible. What are you gonna do? Keep asking the same question different ways to get the answer you want? 就在威利倍感绝望之际，却突然发现女人有了反应，他瞬间又看到了希望。可护士却解释这只是正常的身体反射，说完还亲自为他演示了一遍。眼看这里找不到更多线索，威利只能失望而归。与此同时，罗伯为了找到有用的线索，终于说出了他们约会的酒店，可房间早已被打扫干净。虽然酒店的监控也拍到了老布的身影，但遗憾的是，他刻意戴着帽子和墨镜，因此并未能拍到他的正脸。尽管所有人都能看出画面中的人就是他，但这却无法作为呈堂证供。眼看最后的线索也中断了，走投无路的罗伯想了一个昏招，他从政务科搞到一份假的弹道证明，并将从现场找到的枪伪造成凶器，希望以此来给老布定罪，但却遭到了威利的坚决反对。虽然他也很想打赢官司，但职业的操守不允许他使用这么卑劣的手段。可当他再次来到医院，看到病床上女人的惨状时，内心又动摇了。或许对付恶人就应当用一些非常规手段。于是在经过一整晚的内心挣扎与权衡后，他拖着疲惫的身体找到女秘书，艰难地请她帮自己一个忙，让她在今天的庭审时在法庭外等待他的信号，只要接到他的电话就将伪造的证据送进去。在法庭上，老布毫无悬念地提出了无罪申请。虽然威利当即提出抗议，但他又确实拿不出新的证据。眼看杀人凶手即将逍遥法外，威利深知只要法官宣判无罪后，今后就再也无法再给他定罪。想到这里，他果断地拿起手机，翻到了秘书的号码。可就在准备拨通的那一刻，职业操守再次让他陷入犹豫。他努力试图说服自己，可最终还是合上了手机。结果毫无疑问，老布被宣判无罪。看着杀人凶手大摇大摆地走出法庭，威利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沮丧。可他还没来得及自责，就听到外面传来一声枪声，他慌忙跑了出去，却看到罗伯躺在楼梯间一动不动。原来他忍受不了失去爱人的同时，又无法将凶手绳之以法的双重打击，最终选择了饮弹自尽。而路过的老布见状，露出了轻蔑的一笑，这让威利心中更是追悔莫及。而回到家的老布决定立即处理掉还在昏迷中的妻子，以为这样就能销毁所有犯罪证据，可殊不知这将是他此生最后悔的决定。第二天一早，老布就出现在妻子的病房，却意外地发现威利竟一直守在这里。原来他还不死心，依然在等待那个1/1000的奇迹。可老布接下来的话却让威利瞬间大惊失色，他竟决定给妻子拔管。为了阻止老布，威利千方百计搞到了一份禁制令。然而就在他拼命赶回医院的路上，医生已经开始了拔管的最后步骤。等他赶到时，一切都已经太迟了。仪器上原本起伏的生命曲线，此刻已变成一条冰冷的直线。威利只能绝望地看着老布的计划得逞。由于这次案件的失败，威利放弃了律师的职业，开始变得自暴自弃。但老布的案子始终是他的心病，他一有空就会对着卷宗发呆，久久无法释怀。直到这天，他去警局拿档案时，当初负责该案的警察无意中拿错了他的手机。原来两人的手机款式相同，放在一起极易混淆。这一偶然的发现让威利猛然想到了什么，他迅速查看了罗伯自杀时用的手枪照片，又对比了在老布别墅找到的那把枪，果然发现两把枪竟一模一样。他终于恍然大悟，原来老布那天故意乔装打扮去酒店，正是为了将罗伯和自己的枪进行调换。接着回到家后，他用罗伯的枪杀死了妻子，然后又故意要求罗伯进屋谈判，最后又趁罗伯看到妻子尸体时心神大乱的机会，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枪换了回来。就这样，真正的凶器被罗伯无意中带离了现场，而老布那把从未开火的枪却被警察当成了凶器。可尽管如今已经真相大白，但他们却无法再给老布定罪，因为根据当地的法律，一罪不能二判。但威利心中仍有不甘，他亲自上门向老布陈述了自己的推断。谁知老布听后竟大方地认可了他的才能。可即便他承认了罪行，法律也对他无可奈何，因为一罪不能二判，
而他也正准备移民国外，彻底逍遥法外。但他还是高兴得太早了。只见威利突然话锋一转，冷静地说道：“他第一次出庭时的罪行是杀人未遂，但如今他的妻子已经死了，案件因此也变成了谋杀。他将重新对他提起诉讼，因为这将是一个全新的案件以及全新的罪名，并不违反一罪不二判的原则。而更为关键的是，老布妻子生前无法取出的子弹，却在他死后被成功取了出来。只要警方再用罗伯的手枪进行弹道实验，那么老布一级谋杀的罪名便板上钉钉。”听到这里，老布脸上的肌肉不自觉地抽动，他没想到形势逆转得这么快，于是恼羞成怒地赶走了威利。可就在他打开门准备提前跑路时，却发现警察早已守候在了门口。不久后，法庭审理了这起谋杀案，而此时的老布早已没有了当初的锋芒，相信这一次他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。